想知道这款短发什么风格吗？这是一款从业多年设计师必须会的一款短发。后区选择上下二分区，下区我是选择定点放射做去除层次，所设定的长度3到4公分。发际线流向比较正常，可以不用选择放射层次，三角去除也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。而选择放射层次，主要针对发际线校窄以及发际线不规则去修剪。如果你对放射层次的细节利用放射层次修剪，可以更好的保留转角以外的长度和柔和度，以及制造我们所需要的流向。那么要想把精致的短发后区做好，那必须在下区的去除层次一定要到位。无论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去裁剪，下去的服帖度一定要达到。大部分设计师能剪好这样的层次，也能剪好均匀度，也能达到一定的对称度，但是长度的设定是关键，因为这涉及到我们所设定的长度符合这个头体的比例，以及最后是迎合我们修剪这款头发风格而去裁剪。在上半区，我是选择圆形对齐层次其他的角度高于45度，低于60度，这样会得到很柔和饱满对比，而且落地控制到整体变化，这是特别晚层进行修剪，头发和发量带来的张力已经可以给全部的空间保有一定的余地。如果你的功底还不错，可以修剪对称度从两边的高低有平衡感，那也可以在干燥的时候节约大量的休息时间。如果你剪完之后有硬线，那么一定的剪。后续完成裁剪之后，我们从四面去观看，能达到一定的饱满度，能清晰的看到堆积和去除所形成的结果。两侧我是选择用削刀斜前部画上一个斜的边角，这样呢可以产生一定的跨度，结合模特它本身是长刘海，再去把两侧的层次集中在45度以上、60度以下，逐渐随头型向下递增去裁剪。这样可以把边角的地方的亮感拿掉。如果我们这个区域不选择层次去修剪，大概率会出现旁边会过厚或过重，从而头顶也会过于的服帖。所以两侧一定要去修剪层次的同时，不要碰到外线，这样可以让我们的推力和流向跨度依然保留，但不会产生一刀切的结果。当我们建立层次之后，还要记得把前后进行过渡，交叉去点剪柔和。这是为了让我们的后区的流向向后，前区的流向向前。剪到这一步，只能算是初始的结构被我们完整的做好。咱们一定要经过左右打磨、上下的层次过渡，把我们所有的所剪的硬线去拿掉。那么接下来的操作就是边角区域的发量通常会过多，会显得这里会比较厚重，所以我用削刀去除边角边缘的发量，保留边角的长度，这样可以稍改边缘的长度。当然也可以用剪刀来去做，但会产生硬线。再把耳后的用我们向后去划，得到一个圆弧线的感觉。如果你在这湿发的时候做芽剪，那么得到是轻盈凌乱、比较柔和的风格。如果你吹干去把外线做得干净利落，就得到偏立体跟港方结发发。而模特的发量是切干，所以我是在吹干之后选择用剪刀把耳后的量调整到外线干净和均匀。由此可见，我们在边角的区域可以看它是有分离感，这也是归功于我们在湿发的时候去除边角边缘的量，把边角的厚薄做均匀。可以选择芽剪，也可以选择平剪，这个看你的收费的标准以及你工作的时长。前区和顶区不需要这么去修剪的，因为在湿发的时候已经做好，只要检查厚薄度以及刘海的重心就可以了。那么问大家，这款短发有哪一款经典的影子在里面？